大家好，我是申杰。这一支影片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我最近刚刚收到，自己也非常期待的一支 COB 灯，智云的 Molex B500 COB 灯，也就是我现在头上这一支。在从事影像内容创作的路上，我一直希望拥有一支500瓦以上的录影灯，但是有2个原因让我打消念头：第一，太笨重；第二，就是太贵了。但是最近我的心声好像有被听见，前脚才刚刚从西藏回来，智云就寄来了一支声称有500瓦的 COB 灯。打开箱子一看了之后，我就发现到有一点不对啊，这个不合理啊，这么小的一支灯怎么可能会有500瓦呢？而且也太轻了。当时我就在想，厂商是不是寄错了东西给我呢？不管怎样，我就先试了再说。于是我就大概使用了2个星期之后，我现在可以跟大家粗略的分享一下我对这支灯的使用感想。但事先说明，这不是一支业配的影片，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看下去。我也会尽可能的客观，但是又坦白的跟大家说一说我对这支灯的评价。我手上现在的这一支是 Molex 的 B500 COB 灯，你从它的型号上面，你就大概可以知道它的输出功率，也就是500瓦。那除了500瓦，智云也同时推出了分别有100、200和300瓦的 COB 灯，几乎可以涵盖大部分的拍摄工作用途。值得一提的是，跟我手上的另一款 Molex X100 不一样的是 ，B 系列的灯基本上是兼容所有的 Bowers 卡口的柔光箱或者是其他的配件，而不需要像 X100 一样另外安装那个转接口。首先，最直观的感受就是你拿在手上，你真的会让人家怀疑它到底是不是一支500瓦的灯，因为它只有2.8公斤，这是比目前市面上同功率的500瓦的灯都轻很多。对一个独立作业的内容创作者来说，大家出门进行拍摄工作，我都会比较心甘情愿一点。值得一提的是，这个系列可以做到灯源一体，不需要外挂的 adapter 适配器。AC 的电源线一插就可以直接使用，减轻了收纳负担。但说到收纳，智云其实这一次并没有像 Molex X100 一样提供一个收纳箱，所以长远来讲，我们需要另外购买一个更稳固的箱子来解决收纳的问题。它的左边、右边和后面都塞满了风扇，大幅度的提高了散热的效率。尤其是马来西亚这种热带的气候，一般上灯具会比较容易过热，是非常正常的事情。搭配 B500的 Dynavolt Cooling System Mark V 冷却系统，就可以很好的解决灯具开了一段时间之后会开始过热的问题。
我试过在输出功率大概是40%或者以上，或者是在天气比较热的户外，那个冷却系统才开始操作。那至于风扇所发出的声音，因为 B 系列的那个设计上是做到灯源一体，然后一线输出，所以在开放式的那个3边风扇散热的情况之下，有声音是比较难免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在基本可以接受的范围，它并不会影响到拍摄时的收音工作。再来说说 Molex B500的操控方式，非常直观的旋转按钮设计，左边是调整亮度，右边的按钮则是调整色温。旋钮的转动其实非常的平滑，但是以个人的习惯来说，我更希望它可以有点阻尼。但是为了应付我这种难搞的使用者 ，B500 预设了5个亮度级别和常用的色温，只要按一次亮度或者是色温的旋钮，就可以轻松的调整灯光的参数。灯背的小荧幕就显示我调整的亮度和色温的参数，虽然非常的小，但是清楚明了。B 系列的灯都是专业的双色温 Bicolor， 提供了2700到6500 Kelvin 的色温范围，在设计场景氛围上就可以有更大的创作空间。大于95的 CRI 和大于96的 TLCI， 这些官方提供的数据就说明了这支灯在色彩还原上符合专业的标准。长按控制色温的旋钮一次，你就可以召唤出13种灯光效果，非常适合在不同的拍摄场景制造有趣的效果。当然，除了灯具上的旋钮，我们也可以使用自云的 ZY Vega 手机 Apps 来遥控灯的亮度和色温，同时通过这个 Apps 来无线控制多台自云的设备，随时随地的掌控布光的参数。可是我不知道其他人有没有遇到像我这样子的状况。我尝试在 App 上面进行灯具的分组 grouping， 很多时候在做 Bluetooth 的配对的时候都遇上连接不上的情况，试了很多次，然后花了很多的时间才成功的配对。还有另外一个情况就是，当你的手机离开灯具视线可及的范围，它就会自动断线。像这样子的情况是我目前在使用这支灯所遇到比较令人纳闷的一个状况。希望这个 App 在未来可以进行改善跟 firmware 的 update， 然后解决这个问题。当然，你可以另外选购外置的有线调光器来遥控布光，但是因为智云这次没有让我测试这一个调光器，所以暂时就没有办法评论它好不好用。总的来说，轻便小巧，拥有500瓦的输出功率，只要一条 AC 电源线，即插即用，非常直观的旋钮操控，同时兼具手机 Apps 的遥控功能，这对像我这样的独立内容创作者来讲是非常有吸引力的。比起只有100瓦输出功率的 Molex X100 B500， 能够让内容创作者有更大的发挥和创作空间。比如说日拍夜、夜拍热，或者是在户外背光的情况下进行补光，或者是在摄影棚内拍摄一些慢动作的录影，这些都是低功率的录影灯没有办法办到的事。如果是要用在一般的拍摄条件的情况之下， B500 对我来说就可能有一点大材小用。但是你可以选择比较低功率的，比如说 B100、200或者是300，其实基本上就可以应付很多的一些拍摄对光线的要求。这期影片的分享就到这里，再次谢谢智云让我有机会尝试这一支 Molex B500 的 COB 灯。如果你对智云的 B 系列 COB 灯感兴趣的话，我会在影片的下方放上链接，让你去了解更多的详情。我们下一支影片再聊咯，拜拜。